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一起认识一下我们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文静儿。爱情是人生里的一场奇遇，希望我们都能在这场遇见里获得幸福。大家好，我是于波红。最美好的爱情，并不是感悟你有多好，而是感受你对我有多好。大家好，我是莎娜。使人疲惫的从来不是远处的高山，而是鞋里的一粒沙。希望我们每个人的鞋子里都不会有那一粒沙。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大家好，我是严品红。守护爱情就是守护我们美好的人生。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刘先生25岁，来自天津个体；李女士25岁，来自天津个体。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难题呢？我觉得他承担不了一家之主的责任，然后在家里有事的时候也总是让我出面去应付公公婆婆，在外面遇到事情了，他也总是不帮我说话。我觉得他脾气太大了，他在家里跟我吵架就算了，他在外边也总给我惹事儿。我希望他能承担起家庭的责任，然后在家庭里面呢，能帮助我和他的家人沟通，在外面哪怕不能做到不逃避，也要向着我吧。我希望他收敛点脾气，在家别总跟我吵架，然后在外边也别让我下不来台。结婚多长时间了？快1年了。这咋的？快1年就来我们爱情保卫战了？就是总有摩擦嘛，总有矛盾，总有问题，经常发生争执。哎，恋爱的时候呢？一开始我们谈恋爱的时候，然后我的性格就是会比较的就是直爽一点，风风火火一点。然后比如说在电视上看到一些喜欢的明星啊，或者是一些喜欢的歌唱的节目，我就会跟他一起就是在姥姥家就蹦蹦跳跳的。然后一开始呢，他觉得我这样也挺可爱的，也没啥。等到了恋爱可能中后期比较稳定了，然后我们打算谈婚论嫁的这个阶段了，他突然就说觉得我的这个性格不太沉稳，然后希望我这个变得文静一点儿。所以当时在结婚前，其实他已经对你的性格提出了疑义。对，我当时是觉得就是年轻人有点活力很正常，然后但是就是快结婚了，我觉得就不应该在那个长辈家里那么活跃了。主要问题还是他脾气太大了，他有时候怎么大了？就是我们那阵儿带着那个妹妹出去玩，然后他就跟一个人吵起来了，隔一间屋子我都拉不住他。当时这个事儿发生是因为就是我们去看了一个比较沉浸式的演出，然后就是有一个姐姐，然后就是她的孩子在第一排，想去那个陪孩子一块儿就是站到第一排去看这个表演，然后很使劲的把我妹妹往后扒拉了一下，我妹妹当时就说这个哎你撞到我了。但是这个姐姐她就非常的强硬，她态度就是我根本就没碰着你们，别诬赖我，就是特别特别强硬，所以我才跟她吵起来的。因为我当时觉得既然她妈妈不在她身边，我们两个作为她临时的监管者肯定是要保护她的。然后她就觉得我做的这件事就不对。那你们两个人结婚之后到目前为止，你们觉得在彼此心中就是最大的矛盾或者说最大的隔阂是什么？我觉得就是还没有领证的时候，他跟我说咱们两个回来把证领了，或者领证之前我把你加到这个房本的名字上面。因为是他主动提的，而且他说过很多次，我就把这个当做是一个承诺了。这个房子一直是贷款买的嘛。有一次我们俩是一块儿把这个贷款给还了，就一次性给还清了，但是他们家就是出的钱。当下我就想让他在那个房管局问一句，看看把这个名字加上需要什么手续啊，需要什么证件。但是我没想到他当时就是很沉默，连问都不愿意问一句，一直沉默到就是我们回家了吧，已经是有点生气了。我就说为什么你当下你这个连问都不愿意问一句，然后他反正就是说那行吧，那现在我再带你回去问去行了吧。当时觉得他这个态度就不对了，我就说那这个名字就先不加了吧。然后等到过2天再提起来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一直说工作太忙了，然后过2天再去吧，过2天再去吧。你自己说的要加人家的，咋到现在没加呢？我当时是觉得那个房本就是爸妈刚给我，那时候加的话就显着就是他有点图我们家房那种感觉。哦，你是维护他呢是吧？对对。然后那现在已经都1年了，嫁都嫁完了，这个时候加不是也行吗？我是说要加嘛，后头他赌气没说要加，我也生气，就只提了那一次，后头我再提你不一直还是往后拖吗？你本意上要加吗？我觉得是应该加。但是我觉得那个时间不对。本来因为这个房本的事情，我就已经心里就是很有芥蒂了。
然后等到后来我们到装修这个阶段了，他们家全款买的房子，然后我们家是负责了这个软装、家电还有家具这方面的这个费用。一开始是这个装修的工人是公公这边找的一个朋友，然后我们叫伯伯，然后他去找了一个工人，这个工人不但就是非常的3天打鱼2天晒网，就是我们刷漆的这个漆的用量比平常多了1半，刷出来的效果也特别不好，就直到现在这个房顶就跟这个被陨石砸过一样，就是坑坑洼洼的，然后这个墙面也是凹凸不平的。我当时唯一的一个诉求，就不要这个包口，咱们能不能把这个阳台门就做成这种圆弧形状的。还要到的当天，我们是去拍那个婚纱照了，所以就没有在新房这边，我就委托这个公公婆婆说，告诉他们哪里要装那个圆弧，哪里不装这个圆弧。但是我没想到我回去了以后，我发现我买这个材料一根都没动，我就去问公公婆婆，然后说这个工人不会用这种材料装。然后我说那不会用这种材料装也行，咱们就是找别的方法嘛，给他找了一些视频，然后给他买了一些其他的工具啊什么的。但是呢，我们把这个工具拿过去了以后，这个工人就是理都不理我们。然后我就说跟这个伯伯协调一下，把这个工人给换掉。我没想到这个伯伯态度非常强硬，说我就这一个工人，你爱用就用，不用就算了。我们就拉了一个群，然后就是公公婆婆还有我然后还有我妈妈还有这个伯伯都在这个群里，说今天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我早一点下班，我5点就回到家里。然后结果他2点多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我已经在路上了。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们现在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吗？他说对，伯伯他们也已经在路上，3点就所有人都能赶到这个新房了。我就问他，我说是我妈也在路上了吗？结果他告诉我没通知我妈妈，就等于说是他们家和伯伯就打算单方面把这件事情解决了，把我们家完全给抛开。然后我当时就很生气，我就自己写了一份合同，我赶到这个新房，我就把那个合同拍到那儿了。我就说今天要不就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重新装修，按我的要求把它装成圆弧的，要不就把这个工人给换掉，就换一个可以干这个活的工人。如果这2项都做不到的话，那以后我就不住这个房子了。我其实当时觉得这个圆弧做不做成功没有那么重要了，我希望的只是要他的一个态度。但我没想到他全程就是一言不发吧，就根本就没有态度，就是在逃避。你怎么想的？一边是他这边，一边是我父母那边，我也没办法，主要还是碍于这个伯伯这个面子上。那最后这个装修的事儿怎么解决的？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装的一塌糊涂。那个圆弧也是装的歪歪扭扭的，然后墙面还是那样，屋顶还是那样。就是装修这个事儿以后，可能我跟这个公公婆婆这边也稍微有一点隔阂了。然后就到我们领证的这天，就拍那个红底的那个证件照领证的这天，他睡过头了，所以这个预约的日期就已经过了，就领不了了。然后年底大家事儿都挺忙的，就没有办法了，只能把它就是说推到下一年的这个年初了。没想到在我们领完证的当天，我妈妈给他妈妈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就说2个孩子领完证了，然后咱们一块儿就是吃个饭啊，就是庆祝庆祝。结果他妈妈就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儿，就说2个孩子都领完证了，我怎么不知道呢？有人领证睡过头吗？就这事儿在你心里得多不重要啊！那你没告诉你妈妈是忘了？我当时是本来就打电话已经要跟我妈说了，然后突然顶进来个电话，然后我就解决这个事儿去，然后我就一直以为我已经说过了。那你妈妈会不会就特别生气啊？她就觉得好像这事儿这么大的事，就是觉得这个婆婆没有生气是真的应该生气。对，你们俩领证这么大个事儿不跟我们说一声，我就觉得也很委屈。明明我已经事无巨细的提醒她了，结果反倒造成了我和婆婆之间的隔阂。然后婚后了以后，我就很尽力的在修复这种隔阂，但是我觉得她对这个2家的态度就不太一样。她怎么了？就是有一次我跟这个老姨还有弟弟妹妹，我们都已经做好了第2天的出行计划，结果呢前一天晚上，然后婆婆给她打了个电话，就说好久不回来，这个是舅舅家的姐姐姐夫要回来了，咱们明天组织一个这个家庭的大聚餐，几点到哪个饭店。结果她呢特别直截了当的，就跟婆婆那边行知道了，我们明天几点到哪儿，她都不需要说提前去问一下这个长辈换一天方不方便，就直接就替这个长辈做决定，你就明天你就别来了，我们就得去别的地方了。我觉得他非常不尊重我们长辈，我就跟他大吵了一架，吵得特别激烈的时候，他说那你就别住我的房子，我就特别生气，我就直接把钥匙拿起来，我说那行，那我回我自己家行了吧？他就把我的钥匙抢过去，直接就摔到墙上了，他就说你有点什么事儿你就要回娘家。
让我当时就觉得我已经没有办法再跟他就是继续正常的沟通了。我把钥匙捡起来我就回家了。然后我知道当天我妈妈是在姥姥姥爷家过夜的，因为当时姥爷的身体状态不太好。而我没想到过了1个小时，他直接去姥姥家了，把所有的老人都活动起来了，说我们俩吵架了，他现在在不在这儿？我当时给妈打了电话，然后妈说不在，我就出去了。然后姥姥就是起来了，但是我没跟姥姥说到底是什么事儿。大家都非常担心，然后就开始一直在给我们2个打电话。然后因为当时吵架很激烈的时候，我那个手机不小心磕了一下，然后可能当时没接到他的电话，但是我妈那个就有几率就给接起来了。然后我妈也是上来就是很生气，就是噼里啪啦就给我一顿，说这个给老人都活动起来太不懂事了什么什么的。你妈妈跟他关系怎么样啊？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不行。你和自己的丈母娘关系不好，真的确实不行。是丈母娘不爱你，还是你不爱丈母娘？因为我第一回去他们家的时候，我寻思带点水果上去嘛，第一回去可能晚了一点吧。我上去以后，我发现家里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出来，然后突然他妈妈就给他猛训了一顿，就给我吓一跳。我寻思我第一回来就当着我的面这么训，我觉得这就不是训他呢，就是训我呢，觉得看着我不舒服还是怎么样？你觉得就是冲你的是吗？对，我觉得就是冲我的。那你是不是觉得意思就是他妈妈不喜欢你？对，我觉得他是稍微有点曲解了这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妈妈这个态度，因为当天我是中午的时候跟我的好朋友先回的这个姥姥家。然后我们中午吃完了饭以后，我说下午反正也没事儿，我就出去找他了。因为当时我们俩的状态就是可能1周都见不上1次面，然后我就想尽量的延长一点我们这个见面的时间。然后我说俩人中午都吃的挺饱了，这个晚上就会一口就行了，吃不吃也无所谓。然后我就是抱着这个心态啊，我就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我说这个一会儿我把她带回去，然后等那个吃完了饭以后。然后那个我当时要就是去我工作的地方嘛，我再上车再走，然后就尽量见面时间长一点。然后我妈说那现在都4点多了，姥姥家本来吃饭就早，你又不是不知道，5点就吃饭了，都是中午剩的菜，你现在下楼买新菜再做也来不及了，哪能让人第一次来好跟你吃剩菜呀？我说可千万别带回来。然后我就撂了电话，我还是就是把他带回去了。我妈就有点生气了，你妈觉得没面子了，因为本来想第一次好好款待的，结果可能就觉得啥也没准备，然后让人家看见这种情况也不太好。但是他记在心里了。那这个有影响到后面你跟你丈母娘的关系吗？我觉得是有影响的。为啥呢？当时我是刚辞职了，歇了1个月，但是我一去他家，然后他妈妈就催我赶紧找个班上，怎么样，就见不得我闲着，我感觉就是。你觉得对你还是有意见？对，他也不帮我说话。关心啊，我不帮他说话是因为他现在说的是在我家的情况，但是就是我们2个人一去到他家里。然后公公婆婆可能觉得现在趁我们2个也年轻，趁双方父母也年轻，然后早点生个孩子，然后能帮着我们带一带，减轻我们的压力。我知道他们也是好意，但是对我们2个来说就是会有一些压力，时不时的跟我们说，是最近又看了个新闻，什么什么东西可能造成这个对怀孕不好啊，你们别吃啊什么的。然后也会吃饭的时候时不时的跟我们说一些，你觉得有点催生是吧？对，而且就是短期之内不要孩子这个事儿是我们2个共同决定的，而且是他的意愿要比我的稍微要强烈一点的。但是呢，只要遇到这种情况，他就把我往前推，只留我一个人面对这个公公婆婆。他吃完饭他就去沙发上坐着了。他或许这么想，他嘴笨，你会说一切你去说吧，是吧？对。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跟我妈交流啊，就交流这个事儿也老是闹得挺不愉快的。我就寻思他跟我妈交流挺好的，其实，然后我就想让他。你妈妈也说不过他。你俩今天来最想解决啥问题啊？我就是不想让他那么平时在那么暴躁，总跟我吵架或者怎么样，在外面就别总给我惹事儿。在家别总跟你吵架，在外面别给你惹事儿。那来女生呢？我就希望她更有责任感，然后遇到事情的时候不逃避，然后能多沟通一点。您也看得出来，她沟通这方面特别不好，不管是跟我的家人，还是跟她的家人，还有我，她基本上就是闷葫芦。我觉得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就没有继续的必要了。但问题是她的性格，你早就知道，她就这样的性格的人呀。但是我觉得他之前只是不爱说话，但是他在遇到就是一些事情的时候，跟他父母的时候还是能说2句话，但是现在完全是把我推出去沟通，就感觉我好像是他的一个代言人一样。行，那接下来咱们听听各位老师帮这个刚新婚的小夫妻，他们俩这日子怎么办呢？
才25岁，就是你们现在就是两个小朋友，然后两个人连恋爱其实都没有谈好的一个情况之下，两个人就已经把婚给结了。其实你们可能知道怎么谈恋爱，但是不一定知道怎么就是去经营婚姻。男孩首先就是确实是没有担当，然后不是一个很独立的一个人。当媳妇儿有问题的时候你就去找爸妈，当爸妈有问题的时候你就找媳妇儿。就是你什么时候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在中间说得起话，就是你们两个一直在你们双方父母和整个大家庭里面就是一直在降维的破坏彼此以及对方的形象，久而久之父母就会觉得你们没有处理问题的能力，所以慢慢的就是以后可能你们双方父母对对方是什么想法，对你们自己就是什么想法，而且你们俩其实能彼此清晰的看到对方身上的问题，但你俩属于那种较劲儿呢，那你不改我也不改啊，凭什么要我先改？你们要学会两个人单独处理问题，两个人自己处理问题，从现在开始发生任何事情，只要不是破天的事儿，你俩自己去解决，有什么架关起房门自己吵，好吗？好。丈夫说妻子不稳重、不稳定，情绪像天气一样说变就变。其实你心里很明白，你的妻子厉害的就一张嘴巴，其实到最后吃亏的都是他，没有一件事情被你叨，最后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最后都是你败下阵来的。所以你们两个人先要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作为妻子不要每天像祥林嫂一样的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告诉你，他的厉害就在于你再怎么烦，到最后我就不理你，你敢怎么样？最后你说你获得了什么？但是男生，我在想，我们做男人的，我们对老婆是要哄的，是要迁就的，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的内心愿意多宠一点你老婆，她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她的脾气也会收敛，她的性格她也会自己去克制，明白吗？谢谢。为什么说婚姻是一场修行呢？因为婚姻考验的是每一个人的智商、情商以及各种各样的能力。你们两个人都只愿意接受对方好的一面，对方坏的一面就要全盘否认。你们两个人在恋爱的时候，这个姑娘她风风火火的，想必她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开心和快乐吧，会让你觉得你可能有一些沉闷的生活当中像多了一米阳光。我想也当初是因为她的这一点吸引到你，让你喜欢上她，爱上她，觉得这个女孩好有活力呀。可是她的背面是什么呀？她对所有的事情就是风风火火的状态啊，她就是会跟那个在外面强出头的人啊，她就是会絮絮叨叨的，因为她一定要说，她爱表达呀。所以你不能只要她好的一面，到她坏的一面的时候，你就告诉她你必须要把这一面改掉，那还是她吗？如果她有一天变得跟你一样沉闷不爱说话，我想你也不会再喜欢她了。那同样的，姑娘，你当时爱上他的是什么？是不是觉得他文静的一个大男孩，踏实可靠、内敛？那他在很多的事情上，他可能考虑的就不是像你只看到表面的一些问题，他可能有很多就是藏在内心深处的。那你也不能只接受他好的这些，不接受他坏的那些。如果我身上的某一点让我的爱人会觉得不舒服，那我自己想能不能调整。我们千万不要去做试图改变对方的事情，因为你们两个人刚才提出的那个要求对方改变的点是不可能的。所以当你面对这个改不了的时候，我怎么办？我要接受，我要包容。当然，男生让自己变得更有责任、更有担当是一定的，女生也是让自己更学会怎么在夫妻的关系当中能够相处得更融洽，更多的包容。祝你们接下来的路能够走得稍微清楚一些，认清几件事情之后，我觉得你们可能就能放松的面对你们的婚姻关系了。我是在想哈，你们一早的时候喜欢上彼此，就是因为彼此是一个自己不需要努力就可以抵达的新鲜的世界。就像男孩，我不需要强出头，我就能够看到这一个女孩热烈的、黑白分明的，像侠客一样的人生。但是
自己如果要经过一番努力才可能变成这样的人。但如果有了一个这样的伴侣，我正好就被他吸引，正好他就满足了我自己生活里的一部分缺失，对吧？女孩也是一样，婚前我们都因为不同而走到一起来，但婚后不同使我们要付出努力，太累了。婚后什么能够最轻松？就是跟自己相处啊。所以你想把他变成一个你，他想把你变成一个他，这样当他想跟人吵架的时候，你胳膊一搂就上，第二个他就出现了。当你想静静的时候，他呢立刻闭嘴，跟你一起稳静的坐在那里，你看第二个你出现了。你们两个是叫做在婚后完全放弃了对生活的追求，对自我的修养，你们不再提升自己个儿了，你们不再试探自己还有多少能量了，你们就希望懒一点，他能变成我，他能变成我，这样两个我自己在一起多舒服呀。但你们都忘记了成长。想成长不就很简单吗？第一个，尊重彼此是彼此，不改变它。第二个，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哪一些是有所为呢？比如说女孩，我就是看不过眼，我就要跟她吵，我吵2个屋子，但我认为我对。那男孩你要做的是，我吵不了，但我也可以不因此而觉得羞耻。我既不能帮我老婆的忙，我也不能觉得我老婆丢了我的人。这是不同的人面对一件事情不同的处理方式，它没有高下之分。但是你们在那个时候各自带入到了各自的情绪里头，你希望他能帮你吵架，他希望你能自己静静，这其实就是在要求彼此都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所以你们必须得弄明白，分工就是不同的。老婆就是对外的，老婆可能就是像一把矛，外头有任何事儿她去摆平。老公就是静静的，我就是对内的，我就是这么柔软的，我也是安静的，我愿意聆听你，这就够了。一定不要要求彼此去做原本自己不擅长不可能做的事儿。但你这个老公，你别看他不爱说话，我不是给你泼冷水啊！我当然希望你们小夫妻刚开始结婚能够长长久久下去。你看他少言寡语，他是嘴笨心硬的人，是呀，他而且还无所谓。你别忘了，你们结婚当天领证当天，他都能睡过了。他是你爱我，我也回报给你同样的情感。你要天天跟我炸着毛，我不伺候你。他为什么说那我现在房子还不到过的时候，结婚前还不想过？他不是不加你的名字，他是一个需要时间积累的人。他不像你，你是一个嘴快心直，你还真是很想过的一个女生，你比他更在意。你看你的老公真的是，他可以在你们吵架生气之后，你为了不去触及你们家人，你自己去回家住了，他可是不管这些的。你知道吗？所以潜意识里他和你现在处在其实不是特别同步的状态，他需要时间去积累你们丰富的感情，而你需要等一等，沉下心来看清楚身边这个丈夫，去维护你们的感情。你不能毛毛愣愣说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像一个没嫁的姑娘一样，我想发脾气就发脾气。人的情绪是要控制和管理的，即便在自己最亲近的丈夫妻子面前，终身都需要管理。就像我们老说婚姻需要经营，为什么呀？人家说婚姻有什么经营？我们都2口子了，最亲的亲人还用经营？我想怎么着怎么着，不可能，一辈子都要去经营，都要对婚姻有敬畏之心。婚姻真不是说这就是我永远的避风港了，什么风浪都没有了，有时候风浪就来自于彼此。所以婚姻路很长的，你们刚在一起结婚没太长时间，别着急，慢慢来，等等放慢脚步，缓下自己的性子，好好相处，好不好？努力吧啊！好，谢谢严老师。二位也坐那儿休息一会儿，然后想想老师们说的话，谢谢你们啊！我们来换上下一组嘉宾，有请武先生、王女士。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武先生26岁，来自山东待业；王女士26岁，来自天津待业。他们的感情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他平时脾气比较暴躁，还特别爱打人，有的时候呢吵凶了他还会离家出走。平时呢我和我父母对他也特别好，就是现在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婚前他就在异性朋友关系上拎不清，在我和公婆关系上更处不上力。要是真结婚以后让我可怎么办呀？把脾气收一收吧，多站在我和我父母的角度上考虑考虑我们的不容易。
能不能把我说的话放在心上，多注意注意我的感受？要打算结婚啦？5、6月份结婚。领证了吗？还没有呢。那这应该都是着急忙慌要去对操办这些事儿，这咋有时间来我们这儿了呢？因为在婚前有很多矛盾都已经爆发出来了，需要解决处理一下。哦，所以这意思是今儿如果解决好了，咱这证就接着领；如果解决不好了，是不是有打算这证就不领了呢？差不多吧，这意思。你也是这个意思是吗？我也在考虑。也在考虑。对，因为确实是之间发生了确实挺多的事儿的。那我们赶快帮帮你们看看。是啊，2个人都在犹豫，都在考虑啊。来，是的。谁先说说？我先说吧。行。就首先就是异性关系，我认为他们有分寸和边界感。有什么事儿你具体说？因为我俩是在一家公司上班，那时候我俩就是还没有发工资，手里也没钱，需要周转。他向跟我讨厌的女同事借了钱。他平常跟这个女同事私底下关系还挺好的，平常也打打闹闹、开玩笑什么的，也一块上下班。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因为我们的工作职位不一样，我比他高一级，就属于他们的领导。你是他领导，更应该保持距离啊。这个我知道，但并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不是，就非得搭伴一起走，俩人各自都不认识路是吗？根本就没有说经常性的说是一起搭伴一起走，就只是偶尔。除了送之外，还有什么？就是平常他俩还有说在微信聊天什么的，那女同事还把钱借给了他。多少钱？4000块钱。哇，领导向下属借钱大忌啊！对啊，他要借钱干什么？就我们当时工资拖欠了一段时间，那当时正好赶上那个小姑娘，她跟我说她要准备出去玩，然后我跟开了句玩笑，我说你要出去玩的话，你还不如借我呢，让我周转一下。那当时她就直接给我转过来了。但是第一时间的话，我没收这个钱，我主动跟他说这件事来着，他就生气了。那很显然，这个女同事对您好感是很明显的呀。但我们却一点关系都没有。后来收了。你不是都跟他说这个事儿，他都明确表示他很生气，你为什么还收这个钱呢？因为当时我们有一部分存款让我给转成定期了，但是马上就要还房贷的到日子了，所以说你的玩笑是认真的。对。然后女孩也认真的借了，你正中下怀，把钱就收了。不，我们缺钱借钱可以理解，对。但是跟暧昧对象借钱还收了这事儿，他能不生气吗？但是我跟那女孩确实什么关系都没有。咱们这个马上要结婚了，这个事儿都应该办的差不多了，对吧？双方家长也都见过了，对吧？主要是跟他父母的隔阂比较大，现在。这还没进门呢，怎么就有隔阂了？因为就是从小我特别喜欢养宠物嘛，当时我想买个宠物是金毛，买完之后我想把它放在婚房里嘛，婚房里毕竟有他父母住，我就让他父母就照顾一下。他就说没问题，那你放吧，到时候我跟父母商量一下。因为金毛小时候特别叛逆嘛，当天他父母刚下班回到家之后，一推开家门，就看到屋里一地的狼藉，什么就是花草树木都给咬了。当时给他打去了视频电话，就问你们这养的什么狗啊？你们养完狗又不养，天天就是折腾我们老人家玩，你们赶紧送人吧。他就安慰他父母，就说没事儿，我会解决的，到时候我联系人把这狗送走就行。不是，你们当时不是还没有条件养狗，是还没有住到一起呢，是吧？当时我家里是有2只小狗，因为我2只小狗怕这个大狗。那你为什么还要再来养一只呢？因为当时我特别就是想买金毛，这心情已经达到了极点。你这不是任性吗？你这不就2岁小孩干的事，我就必须要，我就现在必须得到。那你也没有征求人家的爸妈的同意，同不同意让你把狗放到人家家去养啊？还没有同意，就是先斩后奏是吗？当时我又跟他说了，让他跟父母商量一下，当时他也答应我了，他跟父母商量一下。因为这个事儿是婆婆公婆对你有意见啦。之后就是父母一直想让我把这狗送人嘛。我跟他们说，这狗既然是我买的，我就不会轻易送人。他们又拿备孕的事就是搪塞我，就说你们还有以后结婚什么的，就不要先养些宠物了。当时我心中特别不悦，我要是你婆婆我也不乐意呀。你自己想想，你凭啥让我给你养啊？你有能力就养，没能力别养啊。你接下来跟公婆还有其他的矛盾吗？其他矛盾就是每天就是他父母每天上班就是很早，出门之前都会就把他叫醒，你敲门如果不回应的话就是打电话就特别大声。
当时我就跟他说过，就是走的时候让你父母就小点声，发微信也行，或者定闹铃也行。你们是已经跟父母住在一起了啊？是吗？是的。对，因为目前的话，我们俩不都是刚辞职嘛？哦。目前的话，他都住在我那块儿。其实我的父母的出发点是好的，就想让我就是早点起来给他做饭。之前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辞职，上班之前让他吃口热乎的，就好去上班。你觉得父母早上打电话声音太大，吵你睡觉了？啊，是的，因为我觉得就年轻人就想多睡会儿懒觉嘛。婚后是还要继续一起住吗？还是说有其他打算？当时我就给他提议的，要不让他父母就旁边租个小区的房子也行，就来回也挺方便的。怎么把父母赶出去啊？我没有这个意思，就是让他父母旁边租个小区，就是为啥不是你们赶出去吗？为啥不是你们租房结婚呢？我也是特别不同意，但是呢，他就觉得说是这个婚房既然是给我们俩准备的，但是他就觉得说跟我父母有隔阂，但觉得他就以后不想跟我父母住。你父母其实是只有这一套房，然后这一套房你父母是要就是让你们结婚以后住进这套房，跟他们一起同住的，对吧？对，然后我父母他马上退休了，他可能说准备回老家，或者在市里开个小饭馆什么之类的，他们是目前有那么个打算。就把房子腾给你俩呗。父母就攒着钱给他买套婚房，让他俩住。对，但父母现在是住在这里。是的。所以女士的意思是，你们两个人结了婚之后，就让他的父母搬出去，然后这个房子你们住了，对吗？啊，对的。然后我是不同意的。你不同意？对，我是非常不同意的。因为本身我父母养我那么大就不容易，就辛辛苦苦就买这一套房，你说到后来再让他出去多大呀？90多平。那现在是你父母装修的时候就已经计划好了，是和你们同住的，对吗？对。装修风格是老人风还是年轻风？红木风格都有。红木的，就是客厅是简约的，卧室是红木的，就我不太喜欢这种风格啊。你不喜欢，然后你有提出来你不喜欢吗？当时我就跟他就提议的，我想把那个客厅别的东西我不给你动，我只能动咱卧室的，就把衣柜和那个地板和门框换了就行。他当时就反映到说不行。谁说不行？我说的不行啊！我肯定不行，因为刚装修完，当时问你说让你去的时候你不去，看验收了，对吧？你说不行了，就要再改，钱谁来出？那你为啥不去看一看呀？装修之前，当时因为那时候就是我上夜班就转天就是下早班需要睡觉，我手机就你可真多理由啊！那你就既然当时没时间，今天你就接受不就完了吗？婚房又不是一天就装修成功的，是。你难道每天都要睡觉吗？凑一天不睡去看一看自己的婚房，不愿意操心就别挑理儿，给啥接着，你又没花钱，怎么还那么理直气壮啊？这太奇怪了。他当时也没有把他看中的材料拍照发给你吗？是的，发给我了，然后当时我就跟他提了一嘴，然后让他看了一眼，但是他也没说别的。他看了吗？他看了，因为当时我父母拍的那个材料吧，他确实他没有那个红木的那个家具，但是装修完之后他确实是有。那所以你父母糊弄了这女孩？也不算是糊弄，因为就像是客厅啊，大部分面积起来都是简约的，但只有那个个别的柜子啊，像是边边角角的一些边框啊，它用的是红木的。让我冒昧的问一句哈，假如女孩说我就不住这间婚房，那这个红木家具不就是正好老人家住特别合适吗？那你们就可以睡到客卧去啊。那客卧装修的风格是什么样？客卧跟主卧是一样的，也是红木的。就卧室的风格就是和就是客厅的风格就是完全是两种。所以姑娘觉得这个公公婆婆不重视自己是吧？对，她就觉得我父母不重视她。你怎么还能说是的呢？这事儿难道不应该你天天追着问说，妈，这个婆婆不好意思，我没时间哈，您装成啥样我看看，要我跑跑腿吗？我有时间，这不应该你主动吗？人家给你掏钱处理，你公公婆婆装这个房子的时候一定是用尽了脑汁，想了他们认为最好的方案给你，你怎么还在这挑三拣四？怎么回事？现在他的想法很简单，他们一切都准备好。你拎包入住就可以。人家现在准备好，他不去，他现在是红木的。那要是就是这房子就只能这样，他就变不了了。你还结吗？你还嫁吗？还在考虑吧。这房子不但变不了，而且还要和公婆同住。对，并且3只狗1只都不能来，因为要备孕。能接受吗？难了吧？行，不着急。这个问题你放在慢慢想脑子里面想一想，我待会儿要你的答案好吗？武先生，你有没有什么？因为刚开始你也说你也在考虑嘛，对吧？对对对。你是不是也有什么不满呢？他的脾气特别暴，有的时候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
打人，动手打人，打你啊？对，他打得过你吗？你这么大的个子，怎么打？打出去就是拍他一下，他要打我的话，他就是使足力气，能把我就是有一次就是能把我这胳膊就是拧哭了那种感觉，就特别疼。你俩是互相对打是吗？不，那不是，就是可能有时候我跟他开句玩笑，或者我俩吵起来了，就可能就动手了。就那天我们就是因为我跟他开句玩笑，然后他就当时他当真了，他就生气了，当时就动手就打了。怎么打的？直接乱舞。我当时我就挺烦的，然后我就推了他一下，他就觉得说我把他推疼了，就是我就动手了，然后他当时就拿衣架直接就抽我，而且那天还正好我赶上我父母回来，就看见了，他就跟我父母说我欺负他，然后呢当时我父亲也没问，就上来直接踹了我一脚，一直在说我的不是，就说我为什么要欺负人小姑娘。当时我就特别委屈，然后我就把我自己关那个书房里了，我父母还在那边哄他。那过了一阵儿，我父母才过来问我说：“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说：“我没打他。”我就把衣服撩起来，我说：“你看我身上全是印子。”我父母当时做法我还挺不理解的，还让我去哄他，我就特别不理解。他父母的第一反应还挺那个什么的，没管30-21，先照着自己儿子踹了一下。父母真的是，所以我觉得是真的懂道理。对，我觉得他的父母真的已经非常非常的，就觉得自己儿子再怎么着皮糙肉厚，这个小姑娘稍微推推搡搡的。我们受着，但是你不能动小姑娘一根指头。真的，你父母真的是善良。这个我真的想问清楚，像这样的动手有过几次？就有过一次。他花钱的话，平时也大手大脚的，但因为现在我就感觉我们就是因为马上准备要结婚了嘛，像那个彩礼呀，这样现在因为还要还房贷，还有往后的话你要买车还有车贷，就我感觉压力挺大的，但是他花钱一点也不节制。这主要就是现在我们俩现在还都失业了，还没找到新的工作。他花钱怎么个大手大脚法？就从我们认识到现在这4年多的时间，他基本上1年换一部手机，1年换一部手机，对，基本每年都换。买衣服就像我们家那个衣柜子，基本上都是他的衣服，我就占一小格。快递每天不断，基本每天都有，我也不知道他买些什么。那他花的这些钱是你们2个人共同的，还是他自己的呢？原来花的是都是他自己的，因为后来的话我们是把钱都存一块儿了。而且我就觉得就是我们都已经开始准备结婚了，就往这边方面准备了，我就感觉就开始节制点吧。然后但是还是不行，然后我就把这钱我就存死期了，就直接存了定期。然后呢，当时我也没跟他商量。正好嘛，当时他那个想换手机，他跟我要钱，我没给他，我就说。我把钱都存定期了，行，我说你要想换，你就再想办法吧。当时我虽然说是有赌气的成分在啊，但是你确实也是在为未来打算的，对吧？因为我就想，因为毕竟要为长远的那个考虑嘛。哎，这事儿姑娘怎么想呢？她一开始存定期的时候，就是他们问过我，结果第一遍我问她的时候，她就支支吾吾的又不说。第二遍我又问她的时候，你把钱存哪儿了？她就说存定期了。她一存就是存3年。因为当时的话。因为刚买房的时候，我们家首付不够，我也掏了一部分钱，然后就是和我父母一块来付这个首付。我的钱可能剩的就不多了，基本上也全都是他的，他就生气就是在这一点。您存起来的钱里头有他的吗？有他的，所以他虽然花钱大手大脚，但他自己的钱他并没有用完，也没有用你的。存折是写的1个人的名字还是2个人的名字啊？存到他的卡里了，那你自己拿出来就行。他存的是定期，他存的定期我拿不出来，而且怎么会拿不出来？就利息不要了嘛。对呀，对，但是他又想要这个利息啊。他后来跟我说要管这钱，然后后来我也确实也交给他管了，包括我的工资，我每个月除了还房贷的钱，现在基本全部都给他，大概管了有半年多了，基本上里头1分钱没有，我也不知道他花哪儿了。全花了啊？没全花，还有4000多吧。你自己承认你花钱大手大脚吗？承认。你的消费观和他的消费观是不是一样的？还是你觉得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他的那种我不认可，我就是要月光，我不需要存款，你怎么想的？我认为就是有钱就应该就自己享受嘛，现在就是开心最重要。OK，好，没问题。每个人的消费观不同。武先生，你还有什么对他不满的吗？还有就是相当于我是最不满的一件事了就之前我们双方父母见面那天挺开心的，也挺高兴的，但是他母亲呢就是对于我之前上份工作比较不满意，说我那工作没有五险一金，然后但是对于未来的生活呢没有保障，想让我们换份工作。但是呢当时我也明确的表达了我的态度，我说这个行业，我说从我干到现在，他虽然说这个公司它是刚起步吧，但是它有发展的前景。当时我们在双方父母在一块吃饭呢，他母亲就说
就是你连以后的保障都没有，那你怎么结婚？原本我们计划说都是9月16号那天就要准备领证了。哦，然后当时他父母就说我不给你户口本，你那天没办法去领证。当着你爸妈说的这些话。我爸妈当时都也在啊，但是我爸妈都下不来台啊。不是双方父母见面之前，这个你爸妈应该对你男朋友的情况会有一些了解的吗？我让他跟他父母去沟通过这事，他没说。然后把你们的婚期直接推后了是吗？对，然后那现在你不工作还是一样没解决，那他父母会同意你们去领这个证吗？就是因为这件事我们才决定来的嘛。我辞完职当天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跟你母亲说，我已经按照他的想法去办了，对吧？而且我也找了下一份工作，也有五险一金，工资待遇也确实也不错。我说你跟你母亲去商量，咱把证领了，因为准备了那么长时间了，你再耽搁下去，这也耽搁不起。他还是没说。为啥没说呢？我认为他就是现在不是没有工作嘛，我认为等到就是不是找工作了吗？我现在还没有去正式上班。哦，对，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去正式上班，这工作还没有落实嘛。我想等到他工作正式落实之后，再跟我母亲说这件事儿。那如果他要真的一直没有找到这份工作，你们是不是这个领证的时间还得往后无限延期？当时我想的就是，如果还没找到工作的话，就还是领证。那你妈同意吗？到时候就是我会说服我妈妈的。哎，我问一句啊，小伙子，您说你是有什么把柄还是啥的抓在手里？怎么这姑娘不尊重你，想揍你就揍你？这个或者姑娘也不给你爸妈面子，嫌弃那红木家具也就罢了，怎么连带着他父母也一起不给你面子，也不给你爸妈面子？你们全家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父母可能他们观念比较老，就可能觉得因为我这身材在这摆着呢嘛，他可能觉得我这胖，好不容易找这个对象能结婚。对，看看。哎，姑娘，你跟我们说句实话，你妈到底同意你俩吗？同意，就是我俩在一起，就是我还没说领证的事儿。啊？那不就说到现在你妈不同意你俩领证吗？你还要人家换婚房？所以那次双方父母见面，人家是奔着说跟你们谈婚论嫁的，你妈妈其实就是去审核一下你的男朋友行不行？所以现在的结论是你妈妈其实是不同意你俩领证的，姑娘。那为什么能确定说办婚礼呢？因为这是我跟他定的计划，所有的事都是我来定的。不，办婚礼不是要订酒店什么之类，定了吗？现在还没定。哦，还没定，只是你俩有一个时间上的计划。对。今儿还说啥结不结婚呢？这妈还丈母娘还没搞定呢，他都没有回家跟他妈妈如实说你俩现在的情况。定什么结婚的事儿啊？这不是在这瞎开玩笑呢吗？这山东孩子憨的呀！所以，哎呦，接下来咱们听听各位老师是什么意见啊？这婚还要不要结呀？文老师，我跟你讲，你们俩现在如果结婚的话，现在的所有问题矛盾全部都要升级，会激化成原本只是你们两个人打，最后变成两家人去打，何必呢？王女士，永远不要去算计别人父母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事情很不礼貌，显得你也不体面，说明你没有能力，说明你觉得这个男人也没有能力嘛，所以你们俩都拉垮。你应该是说你现在就开始去独立自主，你也是出去工作，两个人什么时候你们俩赚的钱能够让你们快乐的享受生活了，而不是给父母添堵了，成熟一点不打架了，遇到问题能两个人自己解决了，这样才可以说去结婚。年龄不代表说你现在就可以进入婚姻了，很多人就是以为自己年纪到了可以结婚了，不是的。你们俩心智，我现在就剩两个高中生吧，最多了充其量了，不要想那么多不属于你们现在考虑的问题。我觉得先就业，再择业，完了之后再考虑成家的事。谢谢。公婆用一辈子的积蓄为儿子买了婚房，也考虑自己住在一起。我是反对小夫妻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因为这个确实要有一定的距离，生活在一个屋檐下，老人难免会介入到你们的生活，住在一起，婆媳矛盾很容易发生。但问题是，你们现在没有钱买婚房，并不是像你说的，旁边租一个小房子给老人，这是残忍。如果说两个人想争气，我们就要有独立的空间，自己去赚钱，到外面去租一个小空间，这才是一种正确的方式。老人怎么想，一定要尊重，因为这套房子是老人买的，
另外，你母亲这里，我是这么看的，我们做孩子的要步入婚姻，我们对双方老人当然要尊重，不但是告知，也要征求他们意见。因为中国人结婚和其他的国家不同，我们并不是2个人结婚在一起，而是2个家庭走在一起。双方父母的祝福如果没了，这样的婚姻不圆满。姑娘，我觉得你有点欺负人了。原来这个男生一直都在一厢情愿。你一，你妈没同意；二，你压根就没跟你妈说清楚他的情况和条件，你就开始要求人家家按照你的意愿去重新装修所谓的这个婚房，然后甚至提出要让他的父母搬出去租房住。就是你这边8字还没一撇的时候，你要人家这边付出100%甚至10000%的准备和努力，你这不是为了玩人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妈妈都没同意，你为什么要住到人家家的婚房里面去呢？你妈妈都没有同意，你为什么要把自己非要养的狗送到让他的父母去帮你养呢？就你还没怎么着呢，你就这么张牙舞爪，你要干嘛呀？你就是欺负他老实，还是欺负他有点自卑？如果你要是没有跟你妈妈说清楚他的情况，那么2家人见面之前，是不是你可以先跟你男朋友说一下，我还没有跟我妈妈提这些情况。最后2家人见面弄得这么尴尬，你妈妈也有点不懂大礼吧？怎么能当着人家家的父母去数落人家家的孩子呢？这话可以私下回来跟你说，姑娘，我们觉得这个男孩怎么样。你为什么要当着人家父母数落呢？你有阻拦吗？你有维护过他和你维护过他的爸爸妈妈吗？他的爸爸妈妈可是相当维护你呀，姑娘。在不分青红皂白的时候，上去就踹自己儿子一脚，这是哪个当爹妈能做出来的呢？所以我说你有点欺负人，现在甚至我强烈的怀疑你压根儿没打算嫁给他。所以男孩，我劝你长点心，你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在一厢情愿？这婚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想结？是有一点骑虎难下了吧？所以想切我们的嘴，然后告诉这个男孩，你不会跟他登记的。找了一堆的理由，这一堆的理由里头有莫须有罪名的妹妹，你也知道那小姑娘其实没啥事儿。还有莫须有罪名的什么他的爸妈不许你养狗，还有什么莫须有罪名的卧室是什么颜色的家具，你也知道人家装了以后不会轻易换的。我估计你心里都还有点怂，这个怂是万一我男朋友真听话把红木的家具给换了，那我这婚还得结。那万一他要换的话，我就出最后一个狠招，就是逼这个孝顺儿子的父母出去租房子。对，如果这男朋友也忍了，我咋办？对吧？因为男朋友一点一点往前拱，你妈说他没有保险，他去找一份有保险的工作。你们家可能一早嫌他没房子，他咬咬牙很快买房子。你可能还跟他作过，我们就没有婚纱照啊，我没什么，他也还能够去跟你拍好婚纱照，就是他啥都满足你，你自己就像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一样，自己也知道撑不下去了，对吧？所以就愉快的跟他说，我们结不了婚，不就完活了吗？结不了婚，但是你有想过要分手吗，姑娘？目前没有。对，既舍不得完全放开这男孩，但又不能够狠下心来闷头一嫁。之所以不放这个男孩哈，是因为骑驴找马还没找着马，就是觉得一旦有了更好的我就走了，但是没有更好的，你是一个极好的接盘侠。我的人生最不济还有个你，而且你爸妈疼我，我已经把你们家捏得透透的了。我最不济就是这样的生活，但我如果跟你分手了，我的生活将会变成空中楼阁。因此
选择权其实在您，你要不要继续跟他以恋爱的泡泡裹着接着往前走，完全取决于自己个儿。可以戳破泡泡，也可以接着坐在这个粉红色的泡泡里，直到有一天自个儿扛不住落下来。反正您还年轻，你也不用那么着急结婚，两个人呢也可以再走走看，对吧？我们都很难得讲说未来他会不会变，但今天他一定没有打算好嫁给您。我特别支持米阳老师说的，就是男生那个粉红的恋爱泡泡不要戳破，你就继续在你甜蜜着，你不吃亏的。对呀，你也可以骑驴找马呀。对的，就是我很支持你。你既然现在很喜欢他，你这么娇宠着他，骄纵着他，这也可能是你真正步入婚姻前的一堂很生动的课。就是以后你再娶谁都会发现他很贤淑，万一人家就爱红木家具呢？肯定会有爱红木家具的，所以你不吃亏。姑娘，我支持他和你继续好啊，吃亏的是你自己。人家小伙子为了结婚做了充足的准备，买了房子，装修了房子，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26岁什么都有了啊，为婚姻都做好了准备了啊，换媳妇儿随时。谁吃亏啊？你算过账吗？所以我觉得聪明的女生差不多就得了，也任性一把了，骄纵一把了，该收敛了，否则怎么收场啊？名声都坏了，骗了人家山东的小伙子，最后没嫁给人家，你以为是他丢人啊？你要真看不上他，你就放了他，别欺负人家。咱也可以了，几年了？4年半了是吧？被宠成小公主宠了4年半了，你别真的宠成了老公主，那你摔下来更惨，骨头都碎了。好吧，这是给你的建议啊，男生也给你一个建议哈。我们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爱一个人不是通过降低自尊去求得他对你的爱的，爱一个人是互敬互爱。当你通过努力，通过认真付出，发现对方对你无尊无爱，那你强求什么呢？你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吗？还加上你父母，连累他们一起往里霍霍，多不容易的二老啊！我觉得你爸妈真是好人家，当然他们把你培养的也不错，也是真诚的，也是愿意努力的，但是也把你惯坏了，允许你这么和一个女孩在一起，允许你这样降低自尊的去讨好一个女生。男人一样，咱不管胖瘦，不管就是现在穷还是有钱，我们都挺直着腰杆，努力做事儿，善良做人，总会收获一个懂自己爱自己的女性啊。没有咱就等呗，咋的了？是26岁是发愁自己娶不着媳妇儿了吗？所以你俩很简单，学会互敬互爱，尊重自己，男生尊重自己，女生尊重别人，你们才有机会收获一份正常的健康的爱情。咱俩的关系就不健康，我劝你们早散，真的。谢谢。好，谢谢严老师。那接下来请我们2组嘉宾回到我们的转门后面，想想待会儿要不要出来，好不好？谢谢你们。好的，那我们各位老师预测一下，第一组刘先生和李女士，大家觉得会出来吗？肯定出来，肯定出来，肯定出来啊！出来我也觉得会出来，是吧？他俩看完第2对更觉得挺好的，自己媳妇就是嘴直一点是吧？可没有那骄纵的毛病。对的，对的。他们2个就是磨合的问题。对。好了，揭晓结果之前呢，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可以登录金云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好，我们准备好看看结果了，来，3、2、1，请开门。肯定在，还得手牵手。你看，不是我天生。有啥想说的吗？我就是觉得听了老师讲的，我确实有很大问题，然后也是因为性格，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就作为借口，就是完全的放纵我的性格。我还是应该多跟我的对象沟通，然后以后事情都我们一起承担。然后房本既然我答应了，我一定会加上他的。哎呀，真不错。好，姑娘咋想呢？就是可能我在婚后确实是想把他跟我变成是完全一样的人，然后有的时候对他好像太过严苛了，然后之后我也会就是尽量的把我的这个脾气往下压一压，然后遇到事情了也会
就是反正我们两个人性格吧，肯定我还是会冲在前头的，但是他这个就是在后面，可能我也不会再就是一直说他，一直责备他了。好，接下来咱甭多说了，进入浪漫30秒，抱一抱对方，久久的抱哦。这新婚夫妻应该对，不许搭手哦。可以说悄悄话哦。没事儿，回家说吧。好啦，请亮灯，谢谢二位啊。祝你们婚后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好不好？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来这边请，再见。对。哎呀，这个武先生、王女士啊，是真不希望他俩出来呀。都会出的，都会出来啊。小伙子是一直在迁就他。对。这姑娘能别出来了吗？不，你不出来代表个态度，我确实月底不要跟你领证。对，出来就领证，要不你就别出来，要不就别也没让你出来，们立刻就说散，也不一定就散得了。怎么样？咱设个前提，就是那就在门后的这位王女士和武先生啊，如果你们出来就是要领证，对啊，如果没有决定好要领证，咱就不出来，好吧？哎，来吧，我们一起来揭晓结果啊！来。3、2、1，请开门。没了。在吗？没有。不领证吗？不领证，肯定不会领证。你都把这个谎言戳破了。对，但恋爱还是会谈的，就是一时半会儿分手。没有了。对。不管怎么样，我希望在所有恋情或者说在婚姻当中的男生和女生们，大家一定要真诚。真诚不仅是对别人，也是对自己。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